顾遂安懒懒地斜靠在殿内的小榻上休憩，他迷糊的都快睡着了，听到开门声，疑惑起身。谁呀？李重彦？不对啊，他不是应该在晚宴上继续主持大局的吗？怎么会来此处？陛下晚安。顾遂安心底涌起了一股强烈不好的预感。李重彦缓慢走到顾遂安面前停下，居高临下的目光沉沉地打量跪在地上的女子。她今日身穿一袭烟紫色锦织纱裙，飘逸的裙摆散开，肤白红唇，美得惊鸿。李重彦的眼底霎时浸满令人心惊的占有欲。他缓缓蹲下身子，伸出右手，指腹忍不住地在她不施粉黛的娇美脸颊上游走。表妹今日真美啊！表妹，陛下，你有什么事吗？岁岁，你进宫陪表哥好不好？声音温柔的有些诡异。顾遂安茫然。岁岁不是有经常入宫看望您和姨母吗？李重彦盯着眼前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的女孩，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幽怖的笑容，随后一字一顿地命令道：顾遂安，朕要你入宫做朕的皇后。什么？顾遂安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神情像见了鬼一样。不是吧，不是吧，我没听错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李重彦他不是应该立女主阮流真为皇后的吗？现在为什么来找我这个炮灰女配说这些？等等，应该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吧？还没等他想明白，属于男人沉重的热息铺天盖地地朝他袭来。李重彦看着他娇美雪白的脸庞，忍不住的伸手将他拥入怀中。他觊觎他良久，此刻在表明心意后便不想再压抑。他重重地吻在他的红唇上。顾遂安此时脑瓜子一片空白，双耳嗡鸣，在他企图更深入时清醒过来，发疯般地推开了他。你疯了！他推开李重彦后便踉跄朝门口跑去，却没跑2步又被狠狠地拉了回来。李重彦从身后狠狠抱住顾遂安，气息喷薄在他的耳边，就像再也忍不了了一般，神情阴鸷扭曲看着他，咬牙切齿道：真是疯了！从你喜欢上那个野男人，要与他成亲那一刻起，朕就疯了。母后从小便告诉朕，你会是朕的妻子，朕一直在等着娶你，可你却变了心。为什么呀，岁岁？明明是朕陪在你身边长大的，不是吗？你喜欢的人应该是朕才对。最可笑的是，母后竟让朕成全你，凭什么朕要成全？当真是可笑之极。他说着便病态痴迷一般凑近去吻顾遂安的脸庞。也是朕这一辈子你都知道是朕的。走过春风百折山，是一个浓。顾遂安听到这些话彻底懵了。这个李重彦，他不是一直把我当妹妹的吗？你放开我！放开我！李重彦紧紧束缚住顾遂安纤细的腰肢，闻着他身上散发的馨香，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等了1年又1年，如今不想再等，他猛地将他拦腰抱起，往床的方向走去。岁岁，你乖点，今夜过后，朕就封你做皇后。放开我！我不要！我不要！妈的，去呀我！李重彦充耳不闻。顾遂安看着离得越来越近的床，害怕到极致，他不断地挣扎，但就是挣脱不开。看着眼前的俊脸，他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大逼兜。李重彦停下脚步，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我也有婚约，还是先帝赐婚，你这么做就不怕超尘非议吗？如今朕是这天下之主，谁敢质疑，朕杀了他。顾遂安看威胁不成，便开始撒谎。表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竟然会对我有这种心思。我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阮姑娘，只是把我当成了妹妹。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只是我不想进入你跟阮姑娘当中，所以才和别人定了亲的。不如这样了，表哥，你今日呢先放我离开，我们之后从长计议嘛。可以先取消掉婚约，然后你再风风光光娶我进宫，如何？轻缓柔和的声音萦绕在耳畔，莫名的
李重彦有些被蛊惑了，但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他和野男人亲密相处的画面，神情一下暗下来。你骗我？没有，表哥，我没有啊。你当真是傻子吗？放开我，你这个死变态！你当真是傻子吗？放开我，你这个死变态！你这个臭傻子！竟没想到穗穗还会说脏话。李重彦皱了一下眉，随后狠狠吻住她的红唇，长驱直入的掠夺她的甜软。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只能是我的。死变态！王八蛋！很快，顾穗安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男人蚀骨之味哑声说道：“快，再来一次。”夜越来越深，夜内男女交织和床发出的吱呀声响了一整夜，直到天色渐渐变明，才彻底消停。李重彦停下动作，猩红着眼看着身下的顾穗安，乌鸦色的青丝如水般散在身下，如烟如画的黛眉蹙着，微丽艳逸的粉面上此时满是泪痕，姝丽绝伦的她美得触目惊心，他爱极了她这副模样。李重彦有些失去理智了。穗穗，穗穗，你只能是我的。顾穗安迷乱中听到声音，对上男人漆黑泛红的目光，心生恐惧，又忍不住哭着继续骂道：“死变态，王八蛋！你混账！”很快，顾穗安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恍惚间，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不知过了多久。快，再来一次。这次他终于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大雍朝每逢过年，帝王和朝臣可休沐7日不上朝，除夕夜之后连着3日，偏殿的门都紧紧闭着，只有红贵定时去送吃食，殿外被重兵把守，不让任何人靠近。期间，太后娘娘带着丞相和丞相夫人想要硬闯，皆被阻止。逆子，这个逆子！太后气红了眼，王氏一双眼哭得通红。穗穗，我的穗穗！夫相满脸愤怒，他没想到陛下竟会如此不管不顾，简直就是畜生！畜生，王八蛋！变态狗逼男主！层层叠叠绛红月影纱随风轻飘，朦胧缥缈，隐约间可以透过红纱看见水雾缭绕的水池边趴着一个绝美绝伦的身影，乌压压的3000青丝散乱在优美的背部，半遮半掩地挡住上半身的斑驳青紫。顾虽然没想到偏殿中还有个小温泉池，他此时趴在池边，浑身酸痛，有气无力地骂着李重彦：穗穗竟还有力气骂人，以前穗穗可从不会说这些污言秽语，都是被外面的野男人带坏了。李重彦充满危险的声音从影纱外传来，很快男人便出现在了温泉池边，他上半身就披了一件玄色金绣龙袍外衣，露出健硕的胸膛和块状分明的8块腹肌，上面还交织着几道长长的抓痕，有的甚至还在冒着血珠，可见抓挠之人是下了死手。顾虽然看见李重彦时身体狠狠一颤，他被他做的真的有点怕，但听到他的话还是忍不住骂回去：现在我也没骂人啊，你挑的就不是人，死变态王八蛋！顾虽然是真的忍不了了，他即使是再怕他也忍不了了，估计任谁遇到这种事儿都忍不下去，他杀了狗逼男主的心都有了，更别提骂他。如果骂人能让一个人死，他恨不得骂他个地老天荒。顾虽然不知道的是，此时他本就因为泡温泉而晕红的脸，此刻因为生气更加的娇艳动人。李重彦眼神倏地就暗了，他也不说话，直接跳下池子。你要干嘛？顾虽然现在一见他这样的神色就害怕，他也不敢骂了。穗穗，
唱一首水调歌头，那明月何时能有？我站在梧桐树下，期待你回眸。温泉池的温度开始上升，远处看去，层层叠叠，绛红月影纱和缭绕的水雾之中，只能看见男人宽阔健硕的背。3日后，李重彦再次醒来后，未再继续，而是艳足的抱着昏死过去的顾岁安离开了偏殿。龙潜宫内，李重彦将人轻轻放在龙榻上，随后拿出一盒药膏。这3日，他敢如此不加节制，就全靠这个。不要了，再做他真的要死了。岁岁别动，朕给你上药。李重彦低沉的声音有些暗哑。顾岁安迷糊的思绪逐渐清醒，才发现周围的环境已经大变样，好似已不在偏殿了。他不知道过去了几天，浑浑噩噩的，李重彦就像疯了一样，把他往死里做。他少有清醒的时候，浮现在眼前的都是摇晃的帐顶。岁岁饿了吧？起来喝点粥吧。李重彦温声道，但他略显粗重的呼吸却有些紊乱，清越冷冽的嗓音此时柔情的让人悚然。顾岁安缓缓坐起身，看着眼前近在咫尺这张讨人厌的俊脸，气儿不顺，感受到自己力气恢复了不少，于是忍不住一巴掌呼了过去。李重彦整个人凝滞住，随后不可置信地瞪着顾岁安，厉声呵斥道：顾岁安，你放肆！1次2次殴打君王，也想被诛九族吗？哼，那你诛啊，把你自己也诛了吧。李重彦满脸愤怒，咬牙看着顾岁安，倏地凑过去，狠狠地吻住了他的唇。顾岁安更生气了，这个傻逼，他狠狠地将他脸推开，又一巴掌呼在了李重彦另一边脸上。李重彦眼眸彻底冷了下来，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顾岁安，心中怒火中烧，恨不得把他一把掐死。他看见了顾岁安红肿发颤的手，怒火又一下被熄灭。李重彦皱眉抓过他的那只手，疼不疼？顾岁安傻哑了，这样都不生气？他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癖好吧？顾岁安盯着眼前的俊脸，试探着用另一只手又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只是这次他考虑到自己的手力道轻了很多。顾岁安，你打上眼了是吧？以为朕不会还手是吗？李重彦气急败坏地站起身，顾岁安下意识地躺下，掀开被子将自己蒙起来。李重彦看着他这副怂包的样子，被气笑了。这时殿外传来一阵吵闹声，狗奴才放肆，放安心进去！岁岁，岁岁！李重彦皱起眉，太后派去盯着的人说陛下已经带着顾家姑娘出了偏殿，便连忙又带着王氏和顾相赶到了龙潜宫。你们这群狗奴才，竟然敢阻拦哀家，都不要命了吗？太后娘娘息怒，陛下有旨，不许任何人进入。太后冷下脸，她没了耐心，打算自己硬闯。她就不信这群狗奴才敢碰她。正打算动作时，内殿的大门被打开，都退下。太后、王氏、顾相听见声音，都愤怒地朝李重彦看去，但下一秒，他们看见李重彦那张惨不忍睹的脸，都齐齐愣住。哎呦喂，陛下您脸怎么受伤了？奴才马上去叫太医。李重彦未管惊慌失措的红贵，面无表情地吩咐道：都滚出去。燕儿，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后面太后没问出来。这些日子燕儿都与岁岁待在一处，不问也能想到这应该是岁岁打的，总不能是他自己打的吧。原本怒气冲冲的太后是打算见到李重彦也给他一下的，尽不干人事儿。现下看他那张脸，他都不知道往哪儿打了。混账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顾相和王氏也没想到，一向安静柔和的女儿竟然也会打人，还把陛下打成了这个样子。殴打帝王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一时间，顾相和王氏原本愤怒的气势莫名矮了一截。李重彦面无表情。母后，儿臣是被人算计了，才误闯入岁岁休息的偏殿。你把哀家当傻子糊弄吗？你明显就是预谋已久。母后何必这么说自己呢？他已经与穆世子定亲了，你这是抢夺臣妻，你让天下人如何看你？他本就该是朕的，他是朕自小就定下的太子妃。母后，你不是也说过吗？朕等着他及笄，等了1年又1年，好不容易等他及笄，他却想嫁旁人。李重彦说这话时，如黑墨般的瞳孔写满了病态的偏执，说到最后甚至满脸都是杀意。但不过一瞬，他又平静下来。是外面的野男人引诱了他，
如今朕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太后看着眼前偏执到可怕的儿子，突然觉得一阵无力，都是他的错，他不该从小就对燕儿说那些话。一旁的顾相和王氏看到李重彦的神情，也觉得心下发冷。陛下对穗穗竟如此偏执，穗穗怕是出不了宫了。回去好好准备，待钦天监选好日子，朕会迎娶穗穗为后，这是军令。这句话满是威胁之意。陛下，可否让臣先将穗穗带回府？不可能，他如今只能待在宫里。他不可能给他逃走的机会，若是他出宫，必定会想办法逃走。顾相隐忍着怒气，就算陛下要娶穗穗，穗穗出嫁也需从顾府出嫁。等快出嫁时，朕自会送穗穗回顾府。那可否让臣妇见一见穗穗？穗穗现如今还睡着。顾相和王氏一颗心沉下去，这是不让见的意思。陛下是君，他们是臣，就算再如何生气，他们也不能违抗军令，只能先行回府。顾随安在内殿快要被气死了。原本听见姨母和阿娘的声音，他想出去，却被李重彦用丝布缠住了手脚，还将他嘴巴堵住了。这个狗，他刚刚应该多扇他几巴掌的。这时，李重彦走了进来。穗穗饿了吧？喝点粥吧。说完，便端起早就放在一旁的红豆羹，坐在床边，舀了一勺递到顾思安嘴边。顾思安躲开，然后瞪着李重彦：“你把我手脚放开！等喝完了再放开你。”“不要！你把我手脚放开，我自己吃。”“穗穗，刚刚你打朕的事，朕还未找你算账呢。”顾思安听见这不阴不阳的语气，有些害怕。现在他还被绑着，若是他真打他，他可毫无还手之力。他刚刚可是都看到他想抬手了，不情不愿的。我吃。李重彦喂着顾思安喝了一整碗粥，便守诺将他的手脚放开。反正这宫里啊，他出不去。穗穗想必也听见刚才外间的谈话了。顾思安把头歪到一边，也不看李重彦，拒绝交流的状态。他至今为止还是有些懵的，不明白李重彦怎么就喜欢他了。这些年他认认真真的当一个花瓶表妹，从不会主动招惹李重彦。明明女主也出现了，男主为什么不喜欢女主？他们不是官配吗？顾思安脑子里一团乱麻。李重彦看着拒绝交流的顾思安，伸手将他搂进怀里，低头轻声道：“穗穗，日后乖乖待在朕的身边，好吗？”顾随安依旧拒绝回答，看着沉默的顾随安，李重彦眼神变得有些可怖阴鸷，但他声音却依旧平缓轻柔。穗穗，想想你的阿爹、阿娘、兄长、弟弟，还有顾府上下那么多人，所以回答朕，你会乖乖待在朕身边的，对吗？你威胁我？朕威胁你，所以答案是：花阿娘也是你姨母。琅琊王是二姑娘，非家主亲女，乃部下遗孤。穗穗，朕可不会对与朕无血缘关系之人手下留情。顾随安一惊，他竟然知道。感受到顾随安的惊讶，李重彦以为他是惊讶他阿娘是王家养女。所以穗穗，不要想着逃，你逃了，顾家上下皆会因你而丧命。不要指着朕会心软，所以朕再问你一次，乖乖待在朕身边。顾随安心里一片冰冷，他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这本书里的男主就是绝对的阴狠毒辣，杀人不眨眼，像个反派。顾随安垂下眼，不敢再拒绝。我答应你，会好好待在你身边的。先稳住他，总会有办法逃走的。李重彦得到满意的答案，终于笑了。他吻上她的唇，满眼痴迷。穗穗，你不知道朕有多爱你。他一直吻着她，直到快失控了才放开。顾随安感受到腰间的火热，僵直着一动不敢动。这么多次了还想要？李重彦没再要他，虽然很想，但他还有正事要办。等身体平复下来后，他便让顾随安好好休息，然后准备离开龙潜宫，去御书房处理政务。顾随安突然想到什么，看着准备离开的李重彦，连忙拉住他的衣服。李重彦身体一顿，回过头看着顾随安，嘴角勾起。穗穗怎么了？可是舍不得。能不能给我一碗避子药？李重彦话还未说完，便被顾随安小声打断。他嘴角的笑容僵住，脸色一下变得极为难看。顾随安看着这样的李重彦有些害怕，不自觉地将抓住他衣服的手放开。李重彦掐住顾随安的下巴抬起，看着那双他爱极的美眸。穗穗不想要朕的孩子。温柔到诡异的嗓音，顾随安感受到危险，知道李重彦真的生气了。回答朕。我还太小，不适合生孩子。
太小，你不想要真的孩子，也不想个好点的借口。顾虽安无力辩解，他也知晓这借口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说服之力。算我求你，不可能，岁岁，你是朕的皇后，为朕诞下皇儿是天经地义。李重彦声音冰冷，有了孩子，他才能彻底死心，安安分分地留在宫里陪他。他放开顾随安，轻柔抚摸他的脸庞。岁岁，不要触碰朕的底线，不然朕有的是手段，懂？顾随安低头沉默，李重彦面无表情地看着不说话的顾随安，不回答没关系，反正他也拿不到婢子药。你好生休息，朕先去处理政务。说完便转身向殿外走去。顾随安看着李重彦的背影，眼角酸涩。他将榻上的其中一个枕头狠狠扔在地上。他为什么要穿进这个破古代这本破书呢？还被这个神经病男主强迫。他想要孩子，为什么不自己生呢？有本事他自己生啊！御书房内，太医心惊胆战的正在给脸色难看的李重彦的脸涂药膏。至于为何没让顾随安给他涂，他怕他再给他几下，再过几日便要上朝了，他的脸不能再受伤了。陛下，这药膏每日涂3次便会好全。把嘴闭严了。是，陛下。这伤一看就是被人打的，他是疯了才往外说呀。陛下，除夕宴上下药的幕后主使，乃卢家嫡大姑娘卢清婉。李重彦手中写着圣旨，头也不抬。何缘由？这位卢姑娘一直倾慕陛下，应当是听说陛下对阮姑娘有些独特，便心生妒忌，下药想使阮姑娘名声扫地。不止如此，卢清婉的婢女周贡当初顾姑娘马车失控一事，也是她所为，一直查不到，是因为卢家派人暗中销毁了证据和办事的人。江月也没想到，这个卢清婉竟如此胆大妄为，感动顾家姑娘，卢家算是走到头了。李重彦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戾气，若不是当初这女人害得岁岁马车失控，岁岁也不会结识穆行泽那个野男人卢清婉，该死。传下去，卢家女心生歹念，下药暗害靖远侯之女，却让朕误着了道，即刻凌迟处死。卢家管教不严，死罪可逃，活罪难免。罢免官职，全家打入大牢。是，陛下。李重彦看了一遍自己写好的圣旨。王贵，奴才在。李重彦将写好的圣旨递给他。昭告天下，顾相之女顾遂安，秉德柔家，持公书审，奉铸已犯，甚得朕心，宜正位中宫，持节奉喜寿，册列为皇后。现如今百官还在休假，李重彦直接宣布一旨，就是不容任何人违抗，就算心底有异议，也得给他憋着。你来做什么？看着笑意冉冉的阮青青，阮流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阮青青巡视屋里一圈，看到那位宋状元竟然也在，眼里闪过一丝妒忌。她这个好姐姐真是特别会勾引男人。不过下一刻她又笑起来，妹妹来找姐姐，自然是给姐姐带来一则好消息啊！快说快说，说完赶快滚，别打扰我们的雅兴。阮青青眼底闪过一丝阴沉，不过一个江湖女，出身低微，仗着阮流征与陛下的关系，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还认定阮流征必定会成为皇后，可笑至极。她也不卖关子了，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他们难看的脸色。姐姐还不知道吧？陛下呀，刚刚立后了。阮流征脸上闪过一丝愕然，在场之人无不震惊。冉姐姐，陛下终于立你为后了。在向荣儿心里，皇后之位早就是她阮姐姐的了，也只有她阮姐姐才配得上那位英明神武的陛下。而向逸轩的脸上满是失落之色。陛下立你阮姐姐为后，她配吗？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陛下立后啦，而立的皇后啊是顾相嫡女，如今太后的外甥女，大雍第一美人顾遂安。阮青青小脸儿笑得灿烂。阮青青说完后，只觉得心中一片畅快。她欣赏着在场所有人难看的脸色，尤其是阮流征，那脸色难看的呀，她都忍不住想大笑出声了。阮流征，你不是总是自觉高人一等吗？还总暗示陛下喜欢你，我看呀，在陛下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哎，我就说嘛，陛下与顾家姑娘青梅竹马一同长大，顾家姑娘出身高贵，还生得那般美，陛下怎会喜欢你一个乡野长大没规没矩的村姑？我看呀，你闭嘴！
向逸轩忍不住拔出腰间的剑，阮青青被吓了一跳，得意的神情从小脸褪去。他看到那剑，忍不住后退一步，真是江湖草莽，动不动就拔剑。阮流征也只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了。想到他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冷哼一声离开了。在场众人都无人在意阮青青的离开。正儿，你没事吧？向逸轩担忧地看着阮流征，他知道阮流征是喜欢那位陛下的，而阮流征此时也是满眼的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李重彦怎么能立别人为后呢？还是个一无是处的花瓶，除了出身比他高点儿，他哪点比得上他？他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还告诉他许多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又有哪个女子能比他独特呢？那位故乡之女不是已经和穆世子定亲了吗？那穆世子如今也没死，陛下怎会立她为后？正儿，你不要听你继妹的一面之词。向逸轩安慰他，是啊，顾虽安都与别人定亲了，又怎会成为皇后？肯定是阮青青骗他的。哥哥说的对，阮姐姐，你不要伤心，我现在就出去帮你打探打探。向蓉儿一脸怒气，说完便离开了房间。她才不相信陛下会立别人为后，她阮姐姐跟陛下才是最配的。在场之人只有宋望生觉得阮青青没撒谎，她何必撒谎？这事儿一问便知了。更何况顾姑娘容色倾城，世间又有哪个男人能放过？就连她也，更别说与顾姑娘从小一起长大的陛下了。两人还有青梅竹马之意。可她听说顾姑娘对穆世子一往情深，顾姑娘还与穆世子有婚约，陛下他恐怕不是用的正规手段立他为后。宋望生没有判断错，陛下立后这事儿，这时已经许多人都知道了，一打听便能打听出来。向蓉儿带回来的消息，阮流征完全不能接受。他自从穿越后一直顺风顺水，许多世家公子都捧着他追着他，他不相信李重彦会不喜欢他，肯定都是因为卢清婉的算计。他被迫与顾虽安有了肌肤之亲，才不得不立他为后。而且卢清婉还是为了算计他，李重彦是替他挡了一劫。最主要的是，他和顾虽安是表兄妹啊，他们是不能成亲的。他要进宫，他要去给李重彦科普讲清楚。李重彦怎么就喜欢他了呢？原著中顾虽安也和他青梅竹马一同长大，他那么献殷勤，他都不喜欢。现如今他过来了，什么都没做，他反而喜欢上他了，他是不是犯贱呢？真跟有病似的。顾虽安狠狠拍了一下床。这时守在屋外的两个宫女听见屋内的动静，端着盆进来了。娘娘，你醒了，奴婢来伺候您洗漱。你们叫什么？两个宫女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皇后，但之前都是远远的看，如今近距离面对美颜冲击，一时间愣住了。娘娘，陛下已经下旨立您为后了，奴婢二人是奉旨来侍奉娘娘的。奴婢叫紫苏，奴婢唤紫云。顾虽安愣住，已经下旨了？这么快？娘娘，奴婢服侍你洗漱吧。不要叫我娘娘。紫苏和紫云连忙跪下。娘娘，奴婢不敢。算了，你们起来吧，何必为难打工人呢？紫苏、紫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皇后，发现未生气，松了口气，两人便站起身。起身后，紫云想来扶顾虽安，顾虽安没让她扶，自己也坐起。麻烦你们帮我去重新拿一件衣服过来。这怎么？陛下未给娘娘备其他衣物，奴婢们也不敢擅自做主。顾虽安怒了，这狗逼！紫苏看出顾虽安生气了，连忙道：这殿内还有一件狐裘披风，只是殿内烧着银霜炭，可能会有些热，娘娘可要？给我拿过来吧。有，总比没有强。顾虽安披好披风后下床，双脚踩在地上时，腿软的差点摔一跤，被紫云连忙扶住。都怪李重彦那个狗东西。顾虽安在两个宫女的帮助下完成洗漱，随后顾虽安坐在桌前。我饿了，有吃的吗？膳食已经准备好了，但陛下派人来传旨说，陛下等会儿会来陪娘娘一同用膳。等他一起用膳？呵呵。顾虽安面无表情，把膳食呈上来。放心吧，不会让他怪罪你。紫苏和紫云互相看了对方一眼，怕娘娘真的饿坏了。奴婢遵命。顾虽安吃了有一会儿后，李重彦才进来。李重彦一边走一边看着一直吃着东西也不抬头看他一眼的顾虽安，淡淡道：怎么不等朕一起用？宫人没告知你，朕会过来同你一起用膳吗？紫云、紫苏连忙跪下。顾虽安抬头，他们告诉了，不关他们的事，是我自己饿了，想先吃不行吗？李重彦面无表情地坐在顾虽安旁边，阴阳怪气道：是真的饿了，还是只是不想等朕一起？你烦不烦啊？我饿了想先吃饭都不行吗？他是真的忍不住发脾气，什么都管，连他吃饭都管。他真恨不得拿筷子戳死他。
李重彦愣住，看着发脾气的顾虽安，想说放肆，但说出口的却是：你说话就说话，摔什么筷子？朕不说了还不行吗？以前怎么不见他脾气这么大呢？看他跟穆行泽相处时，也是一副很温柔的样子，只有对他，以前是安静，不爱搭理他，现在直接开始凶巴巴，随意对他发脾气了，还打他。李重彦越想越生气，成功把自己气到了，阴暗的想法接二连三的冒出来，饭都没心情吃多少。下午，殿外又飘起了大雪，雪花在风的裹挟下飞舞。顾虽安喜欢雪，便将狐裘裹得紧紧的，待在靠窗边的软榻上，看着窗外赏雪。李重彦吃过午膳后也未离开，他让人将折子送到了龙潜宫。李重彦披着折子，目光又渐渐地被顾虽安吸引住，他才得到他。此时只想每分每秒都和他待在一起。想到如今休沐，便心安理得的将折子放下了。顾虽安正对着窗户的雪发呆，不知道穆行泽怎么样了，现在伤有没有好些？若是等李重彦立他为后的消息传到江南后，他会不会受到刺激，伤情加重？他的初恋呀，还真是一波三折，先经历生死，后得知他还活着，他还没高兴几天呢，他与他之间就彻底不可能了。在想什么？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顾虽安吓一大跳，是李重彦，不知何时坐到了他身边。顾虽安下意识回答：没想什么。李重彦漆黑的凤眸审视的看着顾虽安，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他脸上的难过，他在想谁呢？李重彦面无表情的垂下眼眸，上了软榻，然后将顾虽安搂在怀里。顾虽安挣扎想下去，你不批奏折了？不批了，朕陪你。顾虽安才不想让他陪呢，但他根本挣脱不开他，就像之前一样，他的力气于他来说不过蚂蚁撼大树。碎碎。李重彦搂着他的腰的手加重了力道，随后将他抱起来。顾虽安转过头，刚想暴躁地问他想干嘛，便被狠狠地堵住了红唇。李重彦肆意掠夺。顾虽安感受到什么，有些想发疯，有完没完呀？他此刻恨自己身体为什么这么好，他该像小说女主那样病几天才好，知道自己逃不过。窗户滚！李重彦眸色暗得可怕。滚，不会让你着凉，也不会有人的。狗东西！窗外的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将宫殿晕染得一片洁白。远远望去，玉树琼枝，红墙白顶，美得像画一样。窗边的软榻上，顾虽安被李重彦紧紧地抱在怀里，身上还披着那件月色的狐裘。他一只手把着窗沿儿，稳住颠簸的身体，眼神迷离。软榻下面，一只金镶玉腰带和一条男人的绸裤被随意地乱扔在地上。李重彦细细地吻着顾虽安，看着意识恍惚的顾虽安，他一边喘气，一边在他的身后轻轻地问他：顾虽安根本听不清李重彦在问什么，听不见顾虽安的回答。李重彦加重力气，他一双凤眸暗得可怕，声音却无比轻柔。碎碎想谁也没有，也只能是我。那个野男人，他能让他死第一次，也能让他死第二次。从窗边的榻上到地上，到桌子上，最后再到龙榻上，汉白玉铺就的地上布满了凌乱的衣物，而原本开着的窗户早已被紧紧关上。顾虽安一度觉得自己要去见他太奶奶了，他用力抓着李重彦的头发，恨不得将他泡秃了。但下面他手上的力气一下变得无力，垂下搭在那个布满汗水的坚弱肩膀上，随着混进来动，龙床上的混乱持续了很久，直到外面雪停，天色逐渐变暗，才传来一声低吼。房间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儿，李重彦才从床榻上下来，俊美的眉宇间满是艳足和酣畅。他伸手将已经昏睡过去的顾虽安从凌乱的龙榻上抱起，走到浴间，将顾虽安和自己仔细清洗了一遍，穿上衣服后便命人传膳。李重彦抱着顾虽安坐在桌前，高大挺拔的身姿衬得顾虽安格外的娇小。碎碎，醒来吃点东西。李重彦看顾虽安不醒，便伸手捏住他的鼻子。顾虽安迷迷糊糊中好似还能感受到那一下又一下，以为李重彦还在继续呢，求饶般的说了一声不要了。不要了，朕喂你吃点东西。
此时的李重彦温柔的不行，顾随安半梦半醒间被喂着吃了些东西，然后彻底昏睡过去。李重彦将顾随安放到早已被收拾好的龙床上，便起身去披奏折。夜越来越深，李重彦放下折子，看夜色已深，便走到床边躺下，将顾随安搂在怀里，随后满足的睡过去。接下来几天，顾随安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度过。李重彦就是个不知彦祖，7天休沐假期，没有一天放过他。顾随安再好的身体也禁不住他这么搞啊！终于，顾随安在李重彦重新上朝这一日病倒了。李重彦看着床上面色潮红的顾随安，有些后悔了。陛下，皇后娘娘就是太累了，又受了点凉，所以才发起了低烧，喝一帖退烧药便会好起来。其实不是，皇后明显是被不加节制的药狠辣才引起的低烧，但她不敢这么说，怕陛下恼羞成怒砍了她脑袋。陈太医也没想到啊，陛下在还是太子时连个侍妾都没有，清心寡欲的，还以为不喜此事，没想到一旦开荤竟如此不加节制。陈太医下去熬药之前还是犹豫了一番，提醒道：陛下，如今娘娘身体虚弱，不宜行房。李重彦脸上的神情算不得好看，他冷冷瞟了太医一眼：滚出去。是，陛下。太医连忙迫不及待地退下。李重彦一直守着顾随安，等药来了后喂着他喝了下去，又用白酒给他擦拭，一直等顾随安烧完全退下去后，他才放下心来离开去处理正事。陛下，宋大人求见。让他进来吧。如今宋望生在翰林院任职，李重彦对他的才学还是比较认可。宋望生进入殿内后，先跪下行了礼：陛下，立后大典的草拟文书，臣已拟好，请陛下见读。说完便将手中的文书双手奉上。洪贵走到宋望生面前，接过他手中的文书呈给李重彦。李重彦凤眸认真地扫视了一遍文书，面露满意之色：请写的不错，不必修改了。谢陛下赞赏。说完正事，宋望生本该离开了，但想到刘征恳求他的事儿，他犹豫地站在原地。李重彦淡淡地看着宋望生，声音不怒自威：还有事要向朕禀告。陛下，靖远侯之女阮流征想求见一面陛下。李重彦看着底下跪着的宋望生，精致的眉眼微挑。阮流征，他要见他干什么？自从他登基后，除了诗会那天，便没再见过这个女人了，也没什么可见的。之前他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许多谜团，便想打探打探。尤其是他说的那些东西，若是能做出来，他大庸必定能御及天下。可这么久以来，他早就弄清楚，那个女人所说的那些东西，他根本就不知道做的方法，除了那个弓弩，别的什么都做不出来，害他白白期待一场。本以为他能写出那些惊艳的诗句，那定然也是有才之人。在他还是太子时，便让他出过几次对付李重熙的计策，结果又让他失望了。那些计谋出的连洪贵都不如，拿洪贵跟他比呀，都是抬举他。他真当是小孩子过家家呢。看出这个女人是个花架子，后面就没再管他了，浪费他时间。不过这个女人的来历，他倒是还是很好奇的。据朕所知，你的家乡与阮流征是同一个地方，你们还是邻居，你对她有多少了解？李重彦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玉案。阮姑娘冰雪聪颖，慧心巧思，非常人所及。李重彦面无表情地看着宋望生，巧思呢倒是有，冰雪聪颖简直胡说八道。看来这个状元郎对阮流征倒是用情很深，想从他嘴里知道点东西啊，怕是不容易。罢了，还是他自己派人去继续调查去吧。宋望生看陛下未松口，又一次提到：陛下，阮姑娘有要紧事要求见陛下，可否能让她来见一见？准。阮流征本也不想让宋望生帮他递话，但他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办法进宫。他想让他那个便宜爹帮他，但他那个便宜爹如今对他的态度大不如前，根本不愿意搭理他。没办法，只能选择求助宋望生了。当消息传来宣他进宫时，他高兴极了。他好好打扮了一番，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在靖远侯激动神情和他那个继母和继妹嫉妒的眼神中，神情自若，大方地上了马车。到了宫里，看到面色冷峻威严的李重彦，只觉得他的气势相比太子时更甚，也更让他心间发烫。他2辈子都没见过还有比他更优秀的男人。阮姑娘有何事求见朕呢？是否单独让刘征说几句话？李重彦凤眸微挑，看着阮流征，挥手让明面上的人都退下。当然，暗地里的暗卫是不可能退下的。阮流征看人都退下了，才说道：刘征有个疑问，想问陛下为何要立顾姑娘为后？
李重彦眼神一下变得极冷，那么多大臣没有一个敢质问他立后之事的。李重彦心思极深，怎会不知道那个借口有多拙劣？他就是故意的，故意告诉那些大臣，顾遂安是他强掳进宫的，所以任何人也别想阻止他。朕如何行事，轮得到你来智慧。阮流征感受到这话中的冷意，不可置信受伤地看着李重彦，而李重彦看着阮流征的表情，才明白过来什么。他冷嗤了一声，正想让人将这个没有自知之明的女人拉出去，就听见他不知死活地开口道：我知道是因为卢清婉算计我，才诬让你与顾姑娘有了肌肤之亲，不得不娶她。但你与顾姑娘之间都没有感情，她喜欢的也是穆世子，你们如何能成亲？这样做，你们以后只会成为一对怨侣。放肆！李重彦狠狠拍着桌子，凤眸含着冰霜，恨不得立刻摘了眼前这人的脑袋。他这话简直就是直晃晃地往他心肝肺上捅刀子。阮流征被李重彦愤怒的样子吓到了，他愣愣地看着冰冷无情的李重彦，不像是对他有半点情愫的样子。可为什么呢？阮流征想不通。他穿过来的这副身体生得这般美，他还这般有才华。她不像这个时代的女子那样一心只在意后宅的那1亩3分地，无知又见识浅薄。她还跟他说过很多这个时代没有的见解。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应该会被这样的他吸引吗？他不甘心，忽然想到什么，他又急急开口：你真的不能立顾姑娘为后，她是你表妹，你可能不知道，其实表兄与表妹之间是不能成亲的，不然生出的孩子有很大的可能会是智力缺陷或者夭折。话未说完，阮流征便被不知何时走近的李重彦死死地掐住了脖子，窒息感一瞬间传来。阮流征下意识的挣扎中，他看到了李重彦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他眼中的狠厉和残忍让人心惊。朕的岁岁不能当皇后，那谁能当？你吗？凭你也配？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敢咒朕的皇嗣！既然这么不想活，那朕送你去死好了。李重彦语气阴冷无比，说着手中的力气加重。阮流征惧怕的疯狂挣扎，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已经完全看不到来时那精致的妆容了。这时红贵进来，看着眼前的一幕，也面不改色。陛下，娘娘醒了。李重彦将阮流征狠狠地扔在地上。阮流征，你该庆幸你曾救过朕，但这是最后一次，日后朕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